女演员假戏真做，和男主角生了孩子。男人不明白到底是为了什么，明明不爱自己，还做到如此地步。下一秒，妻子竟然一本正经念起了广告。Why don't you let me fix you some of this new Mococo drink? All natural cocoa beans from the upper slopes of Mountain Nicaragua, no artificial sweeteners. 楚门彻底崩溃了，他不知道妻子到底在和谁说话，情急之下拿起刀威胁妻子说出实情。妻子被吓坏了，向着镜头发出求救。结果下一秒，好友来到家里，妻子已然不可相信，自己从小长大的好友不会错吧？楚门把自己心中的猜想和疑虑毫无保留告诉马龙。马龙回忆两人儿时的过往，想要证明这个世界的真实。一番话让楚门很是感动。殊不知这些话都是导演让他说的。为了让楚门不再猜忌这个世界，导演还安排了楚门父亲再次出现，分别20多年的父子重聚，两人紧紧相拥，流下激动的泪水。导演更是放出煽情的音乐，电视机前的观众无不为之动容。这一天的收视率再创新高。找到父亲后的楚门恢复从前的状态，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上次还为他介绍了新女朋友，实际上楚门也在演戏，他依旧想离开桃源岛。楚门通过一些障眼法逃离了摄影机的视线，看不到楚门的导演终于慌了。30年来他第一次终止了直播，发动所有工作人员寻找楚门，就连月亮都化身探照灯。人们开始了地毯式搜查，为了让光线更加充足，节目组提前升起了太阳，可依旧没有楚门的影子。在封闭的桃源岛，他不可能凭空消失。导演突然意识到，他们忽略了大海，所有人都不相信楚门会坐船走，那可是他20多年的梦魇。当镜头来到海面，所有人大吃一惊，楚门竟驾驶着帆船驶向远方。导演立刻恢复了直播，楚门眼里充满希望地看向远方。他拿出那张拼凑出来的罗兰照片，仿佛下一秒就要见到新上任。为了阻止楚门离开，导演开启了风浪模式，海面顿时狂风肆虐，暴雨侵袭。导演本以为楚门会返航，可楚门依旧控制帆船，没有掉头的意思。导演见状下令释放闪电，一道闪电击中桅杆，楚门被震到了海里。巨大的海浪没能让他退缩，楚门挣扎着爬回了船上，观众们都为他欢呼。楚门将绳索缠在身上固定，随后发出了坚韧不屈的呐喊。You're gonna have to kill me! 面对楚门的挑衅，导演很是上头，下令把风暴调到最大，企图将帆船吹翻。弱小的帆船不堪重负，楚门也再次被卷入水里，昏迷过去。导演这才停止了暴风。楚门慢慢苏醒过来，可他依旧没有回头，而是艰难地升起船帆，继续向着远方驶去。楚门以为自己战胜了暴风雨，惬意地坐在船上享受自由的气息。可不一会，帆船竟一头扎进墙里。楚门来到墙边，小心触摸，才发现连天空都是假的。他愤怒地敲击捶打，宣泄心中的愤怒。他不知道自己身边还有什么是真的。楚门顺着墙壁孤独地寻找，墙面上竟然出现了一段阶梯，上面是通往真实世界的大门。这时传来一个声音 Then who am I? You're the star. Was nothing real? You were real. That's what made you so good to watch. Listen to me, Truman. There's no more truth out there than there is in the world I created for you. Same lies. The same deceit. But in my world, you have nothing to fear. 这是导演最后的挽留，在他眼里楚门是他的孩子，可外面的世界不会这么舒服。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楚门的决定。楚门回过身说道 In case I don't see ya. Good afternoon, good evening, and good night. Yeah. 这是楚门的经典台词，也是他告别桃源岛的方式。最终楚门头也不回的踏入了真实世界的大门，所有观众都为楚门的勇敢呐喊。他突破了舒适圈，敢于做生活的斗士，向着内心中最真实的梦想前进。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楚门，都在某种程度上被设定、被限制、被禁锢。肖申克的救赎中说，这些墙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它，诅咒它，时间久了，你习惯了其中的生活，最后发现自己越来越离不开它，这就叫体制化。长达30年的时间里，楚门没发现身处一个被拍摄的环境中。导演解释说，因为人们都太容易接受现实了，人性的弱点就是太容易被驯化。之所以能适应看似变态的环境，究其原因是没有见到其他活法。楚门从小生活在桃源岛上，所以他不知道在桃源之外有完全不同的生活。而我们被每天的工作和生活所困，忘了外面有一个更大的世界。只有打破心中的那道枷锁，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孤岛，实现自我。即使眼下艰难无比，你也不能放弃，就算跛着脚也要爬上高峰。